大家好，这里是圣诞妈妈。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该如何根据自己乳头尺寸的大小来选择泵奶器喇叭的尺寸，从而呢能够避免你的堵奶等一系列问题啊。那首先呢，我们要登录这个网站，去下载一个 nipple ruler， 去打印下来，然后来测量一下自己的尺寸。那这里呢，我已经打印好了，并且制作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是多少。这个尺寸大概在10毫米，比较小啊。那这个呢，尺寸稍微大一点点，看看，这个尺寸大概在13、14的样子，13、14毫米的样子。那根据它的介绍呢，我们应该选择稍微偏大2毫米的。那一般来说，这个呢选择12毫米、13毫米就够了。那这个的话呢，选择15毫米16毫米差不多。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当你的喇叭尺寸偏大的情况下，你的泵奶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喇叭它分乳晕的，这里是乳晕的区域啊，这里是乳头的区域。那你在泵的过程当中，乳晕是不能进入到这个乳头这个区域当中的。这个圆圈黑色的线是分界线，我刚刚画的啊。乳晕跟乳头的分界线，乳晕只能待在这块区域，乳头待在这块区域。如果说你的乳晕进去了，那么说明你这个喇叭的尺寸就偏大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演示一下，来看一下偏大的情况下面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啊？来看乳晕有进入到这个乳头的，乳晕有进去啊，同时乳晕是分离，跟这块罩着的区域是脱离的。你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它有跳动有脱离，那说明它就是偏大的，它泵起奶的效果来就是事倍功半的啊，甚至有时候你都泵不空，或者说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把它泵空。来看，这个是10毫米的乳头啊尺寸，那我看这个13、14毫米乳头也是差不多，乳晕进去了，但它还是在跳动，看到没有？也是在跳动啊，所以这都是偏大的。那真正合适的尺寸在泵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是喇叭尺寸刚好泵奶时乳房的状态，乳晕与乳晕区域完美的贴合，没有跳动脱离，乳晕也没有进入到乳头区域当中去。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市面上可选的这个不同尺寸的喇叭。那目前呢，在超市里面，实体超市里面你能找到的尺寸大部分都是在24毫米以上的。那基本上来说，我们大部分要买的是在24毫米以下的，所以你如果发现自己小于24，那么你就不用去超市了，直接在 Amazon 上买就行了。那 Amazon 上你能买到的2个牌子比较大的牌子啊，一个是 Maymom 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Nanosupply 的。那 Nanosupply 的尺寸呢，相对来说没那么齐全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看Maymom 呢，它有15到大概30吧，都有。那实际上也有13，但是我在 Amazon 上就没有看到过这个链接啊。所以如果说你的乳头尺寸小于15的话，那么你可能只能将就的用15号了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那它在它的说明书上也有说明，看一下正确的尺寸。正确的尺寸啊，这个乳晕跟乳头是刚刚好在这个分界线上，就像我刚刚这里讲的。乳晕在这块区域，乳头在这块区域，乳晕不要超过这个分界线，不要进入到乳头里面这个区域里面。那它还有一个安装的说明在这儿啊，我之前反倒没发现，今天看到了。它安装的时候要求你这块白色的片，它是朝着这边的 logo 这里的，所以要跟这个是朝着这个方向的，是在朝着这个方向的，不能朝着其他的方向。其他的妈妈跟我反馈的过程中，好像也没有说因为他们朝其他的方向钻而出现任何其他的问题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好，现在我们市面上大部分人用的大概是 Medela 跟 Spectra 的这个泵奶器。那实际上呢，在这2个泵奶器的说明书上，只有 Medela 它是有说明的，你应该如何去选择正确的 flange size，在20页啊，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Spectra 的这个说明书呢，反正你翻遍了就是没有啊。但实际上在 Maymom 的这个说明上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多看看多听听然后可能就能找到你为什么你每次泵奶都泵不空，或者说为什么到了3、5个月你堵奶了明明泵的还好，为什么呢？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泵奶器的这个喇叭的尺寸没有选对。你看我现在我自己做通乳师，现在上门都是
全尺寸准备好上门，然后给你判断一下你到底是用哪一个喇叭更合适。